网络骚扰隐私、泄露亲密照被散布，这些数字时代的恶性事件终于有了强有力的克星。11月5日，新加坡国会经过近8小时的激烈辩论，三读通过《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案》（OSRA）。在全球网络攻击年均增长超50%的背景下，新加坡以精准立法回应民生痛点。这一立法标志着新加坡在数字安全领域再次迈出前瞻性一步，确立了全球范围内最为完善的网络伤害受害者保护机制之一。法案核心在于设立专门的互联网安全委员会 （OSC） 委员会将作为统一监管与申诉机构，协助13类网络伤害的受害者。作为网络伤害受害者的坚强后盾，该委员会拥有实质性的权利，可要求删除有害内容，限制施害者账户，甚至在必要时公开幕后操作者的身份。数字发展与信息部 MDDI 2025年调查显示，80%以上新加坡人在2024年目睹或遭遇网络有害内容，但平台平均处理周期长达7天。对于网络伤害的受害者来说，这段时间足以让一次恶意攻击演变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恶意内容可能被无数次分享，亲密照可能扩散到无数个角落，正因此，62%的受害者因举证难而放弃维权。对此，法案赋予 OSC 准司法加服务双重职能，既能强制平台24小时内下架私密影像、造谣信息等13类有害内容，亦可依法调取加害者手机号、支付记录等身份信息，协助受害者申请保护令或索赔。法定侵权条款的引入更重构责任链条。法案明确，普通网民、群管理员、平台运营方需对转发、放任有害内容承担连带责任。汤征辉部长在国会辩论中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恶意传播私密照牟利，还是平台纵容谣言扩散，都必须付出代价。这一设计直击匿名作恶痛点。2024年新加坡6100起钓鱼案件中，73%的加害者利用匿名账号实施诈骗，而 OSC 的身份追溯机制将使此类行为无所遁形。新加坡通过法案及相关网络安全措施，展现出在数字安全治理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些立法举措不仅针对当前问题，更展现出对未来威胁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作为东南亚数字经济核心，新加坡2024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000亿新元，而金融、零售等关键行业占网络攻击总量的34%。法案通过后，企业可借助 OSC 的快速纠纷解决机制，降低运营风险。在国际协作中，新加坡更树立治理标杆。新加坡于在2025年9月成为首个加入全球信号交换 GSE 的政府机构，与谷歌、Meta 等企业实时共享4亿余条威胁数据。谷歌同期捐赠500万美元，依托新加坡推动东盟300万人的反诈教育。杨立明部长指出，OSC 的受害者中心型运作经验已被东盟纳入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框架，成为全球少数兼具效率与温度的立法范本。值得关注的是，法案特别回应了新型安全挑战，针对2024年12%的 AI 生成钓鱼邮件与供应链攻击泛滥问题，新加坡百强企业100%遭遇供应链入侵。OSRE 要求平台建立 AI 内容溯源机制，强制关键基础设施企业披露第三方供应商安全评级。这种前瞻性设计使新加坡在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风险时抢占了先机。从应对匿名骚扰、解决民生痛点，到防范 AI 作恶、维护经济安全，新加坡以 OSR 为支点，正在构建技术防御加制度保障加国际协同的三维安全网。这种治理智慧既源于其小国土大枢纽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数字时代安全及发展的深刻认知。当网络空间有了可预期的救济途径与明确的责任边界，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才能得到真正释放。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邦国家正在构建一个既安全又充满活力的数字社会，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着独特的新加坡方案。你认为这种专属机构加法定追责的模式
对其他经济体有哪些适配性启示？在平衡网络自由与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又该如何避免制度设计陷入过度监管的困境？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记得点赞分享给更多朋友，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